Little River， 这是一个小镇，镇上有一个很奇怪的火车站，大家注意到没有？它没有铁轨，除了这一小段，前后都没有铁轨，但是停了一整列的这个火车，这应该是运送货物的，上面还有这个帆布包扎起来了。这个车厢是运啥的呢？再有2节空车厢，这个黑篷布包起来的应该也是运送货物的，可能是木头吧。然后这个敞篷的应该是运送牛羊的，运送牲口的车厢。最前面一节呢就是乘客车厢了。我们上去看一眼，看看这个乘客车厢到底什么样子。哇，里面好小啊，一排只能坐3个人。前面还有一节火车头，这火车头呢被拆开了一点挡板，可以头伸进去看一下。哇塞，这里面是一个，这是蒸汽机吗？好像也不太像哎。这是传动轴，没想到火车的传动轴这么粗，而且看来这火车只有最后一对轮子是用于驱动的。那驾驶室什么样子呢？我们也爬上去看一眼。哇塞，破破烂烂的啊！像这个车头的外面都涂了新漆，但里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。那么新西兰现在还有正在运行的火车站吗？这个就是基督城市中心的正在使用的火车站，以货运为主，也有客运，客运主要是这个观光列车。Little River 火车站呢，建立于1886年，一直使用到1962年，之后的话呢就被废弃了。现在这个火车站已经被改为一个纪念馆了。刚刚我们看到车厢，就是准备翻新以后呢作为展品的。现在这个火车站呢，在新西兰已经的确地位越来越边缘化了。像这个基督城的火车站，现在从外面是看不到的，因为它被各种各样的商店全部包围起来了。提起小河镇，最有名的并不是刚才介绍火车站，而是这个谷仓酒店。每一个开车路过的人都会对此印象深刻。它不仅外形非常的别致，内装也非常的有味道，大家可以上他们的网站看一下。我们参观这个酒店的时候，老板告诉我，他们酒店受这次新冠疫情的打击非常大。虽然他们的游客主要是新西兰人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生意还没有恢复过来。这是一个真正的谷仓，给前来入住的宾客一个直观的感受。一个真正的谷仓应该是什么样子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就如果你在 Google 地图上搜索小河镇，你会发现上面没有这个谷仓酒店的标记，唯一能搜到的只是这个特斯拉的充电桩。感觉老板有点过于低调啊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小镇居民利用谷仓酒店的空地呢办了个农夫市场，但说实话，这摊位也太少了一点，感觉更多的是用来社交的，而不是过来做买卖的。当然了，大家也都比较休闲。今天是新西兰劳动节小长假的第2天，小河镇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这是平时非常难得一见的景象。镇上的总人口是933人，只有这么一条商业街。这个小镇建镇之初呢，是以伐木业为主，后来山上的木头砍得差不多了，就改为这个放牧业，养牛养羊了。小河镇的兴起呢，与这个火车站有关系。那么随着火车站的这个废弃，应该说镇上的人口也就不再增加了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了小镇，前往大城市发展，这也是新西兰的一个缩影。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年轻人面临着来自于澳洲墨尔本、悉尼、英国伦敦这些大城市的强烈诱惑，因此新西兰也不得不引进移民来弥补人口的损失。小朋友是无法抗拒冰淇淋的诱惑的，这么大一个冰淇淋呢，在这边是卖4刀，合人民币16块钱。挨着咖啡馆的是一个艺术品商店，里面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手工艺品，外面还有一个户外咖啡区。在小镇喝杯咖啡，逛逛商店，也就是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了。孩子们对咖啡馆和这个艺术品都是没有兴趣的，所以小镇上呢专门有一个儿童乐园，
可以骑骑小马，触摸一下这个小动物。首先迎接我们的呢是一只叫做乒乓的小羊，真的，它的名字就叫乒乓。乒乓可能是牧羊犬带大的，所以它可以一下子跳到桌子上，再一下子就跳下去。小羊很喜欢人的抚摸，它身上有一个黑色的标记，相当于它的身份证。乒乓呢是一只比较笨的小羊，你看看是不是很笨呢？这个动物园的小马实在太小太矮了，我女儿不想骑，所以选择了去动物园和小动物进行近距离的接触。作为农场，养小动物是有天然优势的，这里有各种品种的鸡、豚鼠、兔子，还有一匹小矮马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叫小孩3岁狗都嫌。这么多小孩盯上这匹小矮马了，要给它梳妆打扮一番。It looks beautiful. 大家觉得这个马辫子扎得怎么样？漂亮吗？我们再看看这小马的眼神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爸爸，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老鼠。你会喜欢老鼠吗？这只宠物鼠干干净净、油光画亮，完全颠覆了我的三观。这是一个特别喜欢动。这个特别喜欢动。爸爸，我超级喜欢这种小老鼠。小朋友玩过小老鼠，连宠物狗都不想养了，赶紧换一只豚鼠上来。如果你喜欢看英剧，那你肯定听说过小河镇，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名字。新西兰的小河镇呢，虽然不是个知名的旅游景点，但却蕴藏着许多美丽的去处。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 Samudang Bay， 这是一个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绝美的海滩。离那个望夫石越来越近，我们到的就是那个望夫石的那个海湾。海滩位于一个私人农场的这个地界内，前往的路呢只有这种土路，一路走来扬尘不断，普通的2驱车也可以开进去。虽然是私人所有，但是呢它向公众开放，这也是新西兰私人土地所有制的一个特点。作为大的农场主，并不是说只有他可以进入自己的农场，根据跟政府的协议，有的时候他必须开放徒步路线或者海滩给公众。而且这种开放通常都是免费的，因为如果你收费的话呢，就意味着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这里写得很清楚，私人财产只能用于通往海滩，3条规则：不能生火，不能野营，不能带狗。迎面走来的这位帅哥呢，他背的是一艘折叠船，还带着2只折叠的桨。这就是新西兰的规矩，如果你想玩得爽，就得自己带齐所有的装备。新西兰作为一个发达国家，标志之一呢，就是说在公众可能去的场所，哪怕在荒郊野外的地方，也会设立这么一个公共厕所。这个厕所呢，真的非常简单，但是很干净也很卫生。它就是在农场的地上面直接挖一个大的坑作为化粪池，然后上面呢再竖这么一个塑料的厕所，有一根管子呢，这个通往化粪池，让这个沼气能够释放出来。即便这么简陋，但是里面该有的一样不少。而且最重要的是会有厕纸，如果满了怎么办呢？就在边上再挖一个坑，然后再把上面的厕所挪过去就可以了，原来的坑呢给它堵上。走了差不多10分钟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海边，远处就是望夫石。还记得入口处写着的3条规则吗？其中最后一条就是不让带狗，但很明显这挡不住新西兰人对宠物的热爱。这只狗好像有了点灵性，通常都是人遛狗，在这里好像是它在遛它的主人。这个沙滩的沙子很细腻，剥开上面一层会发现呢，下面全是黑色的沙子，所以这是一个黑沙滩。那上面这白色的是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拿进来看一看，哦，原来全是贝壳的这个碎屑。虽然已经临近夏天，而且今天气温很高，但是海水依然是很凉的，所以新西兰人如果下水的话呢，通常都会穿上这种叫做 wetsuit 的衣服。这种衣服呢比较厚，有保温作用，但是不防水。当海水进入这个衣服之后，
会在衣服与皮肤之间呢形成大概1毫米厚的一层水膜。当身体把这个水膜加热以后，你就不会觉得冷了，因为你就好比整个人泡在热水之中一样。新西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，可以毫不谦虚地说，如果有天堂的话，那天堂的风景应该就是新西兰，尤其是南岛这个样子。但是再美丽的风景总有看腻的时候。你刚来新西兰的第1年、第2年，你会乐不思归，时间再长一些，你会怀念家乡的喧嚣与热闹了。这就是新西兰华人尴尬的地方，身在天堂，心在闹市，何以解忧呢？唯有鲍鱼与龙虾。那这个海滩有这2样宝贝吗？这个海滩因为人迹罕至，尤其是华人来的少，所以鲍鱼是不缺的，还有青口，很大的野生青口。据这位 Kiwi 朋友介绍，这个海滩也有很多的龙虾。而这2位呢，则是刚从海底走上来的。他们除了抓到了很多鲍鱼，还逮到了一只巨大的章鱼。这个章鱼呢，是用一种特制的海底标枪捕获的，因为章鱼非常的滑，也没办法用鱼钩来钓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如果大家对华人的海外生活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如果想知道这个海滩的名字，欢迎给我留言，谢谢大家。